Hello， 大家好，我是坚哥。那去年的台北电脑展上呢，老牌的风冷厂家猫头鹰呢推出了一款360的水冷然后就没有消息了。当我以为猫头鹰又要一拖再拖的时候，上个月这产品就突然上市了，名称为 NL LCE， 那包含了240、360、420三个尺寸售价呢也是相当猫头鹰分别是1699元、1899元和2099元。毕竟呢，一个猫头鹰 A12X5 风扇就要300块钱了。不过呢，360水冷没有超过2000块钱，还是比我想的要便宜一些。但你呢，像公认的水冷标杆酷冷至尊的龙影2代不带屏幕的版本，其实也就是499元。新出的性能版也就是599元。那卖到2000元以上的水冷基本就是 Track 联力这两家卖屏幕和软件的和 ROG 这种屏幕软件都不行的，纯卖信仰的。那猫头鹰这款水冷能不能撑得起他们以往在经营方面的优势呢？正好呢，我们拉上了酷冷新出的龙影2代性能版，一起来看一下吧。那顺便呢，和去年台北展上的猫头鹰和 POTA 的鼠标我们应该也会在7月21号解禁，给大家带来视频。这次呢，猫头鹰的 NL LCE 的水冷呢，几个版本的外观都是大同小异的。外观部分呢，我们就用森林版本来举例那先从包装开始看 ，LCE 从包装和配色呢就能看出浓郁的猫头鹰味。顶部呢印有 LCE 36的产品图和产品型号。打开包装呢，映入眼帘的首先就是一个猫头鹰 logo 的磁吸装饰片。内部的配件呢，包含一盒风扇、一盒配件以及水冷本体。LCE 36所配备的风扇呢，型号是 A12X25G2，风扇外宽12厘米宽，25毫米厚度。初代的 A12X25呢是在18年推出的当时还是搭配优少 A 的散热器，G2是25年更新的第2代。3把风扇呢，在紧贴冷排的面呢都有缓震的橡胶。官方说呢，这个东西可以抑制微小震动，并减少风扇和冷排之间的气流损失，非常细节那一般你买猫头鹰风扇里面都会给。转速呢则被细分为了2个版本2把的 PPA 和1把的 PPB， 两者的峰值转速分别是1750转每分钟与1850转每分钟，而标准的 A12X25G2是1800转每分钟的转速一个风扇给你搞3个转速。猫头鹰官方是一直在说这2个风扇并排相同的转速运行呢，它会有一个周期的嗡嗡声所以说它又做了 PPA 和 PPB 版本要不同型号间隔放。那在 LCE 36水冷上呢，那3个风扇要把转速慢的 PPA 放在两侧，那中间呢放转速快的 PPB。240版本呢，虽然风扇也做了转速差异，那不过按照顺序就没有讲究了。420水冷呢用的是3把的 A14X25G2同样也是分成2把1475转每分钟的 PPA 和1把1525转每分钟的 PPB 版本反正这么多散热厂家的风扇猫头鹰是唯一一个一家一个型号搞3种转速的，听起来感觉有点玄学但是猫头鹰好像就对这些细节它抠得很细。那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接触的话，那安装的时候还要注意一点。另外呢 ，LCE 的配件方面是相当丰富的双面台的扣具、硅脂、线材、金属贴、螺丝刀都一应俱全，是这个价位的产品该有的水平。甚至还有一个印着猫头鹰 logo 的擦柜子的东西。我估计这玩意拿出去卖都有人会买。接下来呢，看一下水冷本体冷头外观上是相当的素。顶部的凹槽内呢设计了一个猫头鹰的黑色线条 logo， 凹槽呢可以安装一些磁吸的配件比如说包装内的磁吸的贴片。冷头边缘呢还设计了导风槽，搭配这次新出的 NL ACF1 的磁吸风扇呢，可以给主板上的 VIM 去散热。我们实测呢使用了微星的 Z890 Edge WiFi 主板呢，进行295瓦的270K Plus 的 CPU 烤机15分钟呢，不带风扇的情况下呢，顶部的散热鳍片温度是57.7度，主板峰值温度为66.8度。而使用散热风扇呢，同样经过15分钟的烤机，底部的散热鳍片温度下降到了40.9度降了16.8度，主板峰值温度呢下降到了52.2度降了14.6度。当然了，这个风扇要花费
189元去购买。猫头鹰官方宣传呢是 LCE 的冷头内呢有整整4层的抑制噪音的措施，我们就在这里不念那些冗杂的技术细节了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仔细看看猫头鹰官方发的这些资料。水泵呢采用的是 Aztec AMA V2 的方案，也就是8代泵的 V2 版本，和 ROG 的龙神3 Extreme 展域 Track 360非 SE 版本是同款泵，峰值转速达到了3600转上下10%的 RPM。猫头鹰 LCE 水冷呢，可以用冷头上的一个开关，在3个转速模式之间切换峰值转速分别是2100、2600和3600。不过在冷液温度到了45度以上呢，还是会逐渐提高水泵转速的。那达到55度呢，则会是让水泵全速运行。那这个主要还是调节一下待机状态下的水泵噪音，而这个呢是很多厂家忽视的一点。LCE 的冷排厚度为30毫米，那在冷排侧面写有猫头鹰与 Aztec 的标志。水冷通体是没有任何灯光或者屏幕的适合去装进一些无光的机箱里面比如说这台猫头鹰和安泰克联名的 Flex Pro 机箱，也是支持420水冷的。机箱正面的木纹装饰与猫头鹰的招牌配色交相呼应，附带了4把的A14X 25 G2 风扇和2把的 A12X 25风扇又是一堆 PPA 和 PP， 而且这个风扇需要你自己装上去。接下来呢，介绍一下测试细节。那这次测试分别为英特尔的 Ultra 7270K Plus、AMD 的 Ryzen 9 9950X 以及 Ryzen 7 980X3D 3个平台，是目前中高端主机比较常见的3个 CPU。主板是选择了2张来自微星的 B850M Power 以及 Z890 Edge Type WiFi。贝次的设置呢，我们就全放在这边全部是定压定频，室温是23.5正负0.5度的环境下，在开放平台去单口 IPU。那3个平台的功耗分别约为295瓦、220瓦以及140瓦。内存分别是知奇的皇家级6000C2816G×2和8000C4024G×2的套条。电源呢来自海运的 Focus PX1000 V5。其他的测试平台细节就如图所示了陪跑水准方面呢，我们这次选择来自酷冷的龙影2代标准版与刚发布的性能版2款产品，以及同样来自猫头鹰的D15G2旗舰风冷。那看起来这个风冷跟水冷的差距究竟能有多大？由于呢红蓝2家的平台都需要进行测试，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常规版的D15G2，没有选择针对平台优化的 LBC 或者 HBC 版本。那厂商6款散热器其实都对 LGA 1851以及 AM5 平台做了扣具偏移设计。那我们在测试时呢，也会使用厂家推荐的这个偏移位置进行测试。接下来呢，正式进入测试环节。先看一下英特尔平台面对这个烤机功耗约为295瓦到 70K Plus 时 ，LCE 36的平均温度是82度，表现不错。420的版本得益于更大的冷盘呢，比360版本会表现更好，会80度。240版本还有些力不从心了，86度。那同为360水冷的龙影2代标准版则是85度，那相比 LCE 36落后了3度，性能版呢则是84度，相比标准版呢进步了1度，但仍是落后于 LCE 36 2度。而风冷的D15G那则是相当吃力了，101度这里需要和观众解释一句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定压定频的测试，由于说这个风冷跟水冷它温度差距会比较大，而高温它会增加晶体管的内阻，所以说此时的 CPU 的功耗会略微高一点，来到了309瓦比水冷的295瓦的功耗就要大一些。其实后面 AMD 平台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接下来呢，来看 AMD 平台，就这颗9950X 的烤机功耗约为220瓦。LCE 36的烤机温度为82.9度，420版本呢则是81.8度，240版本呢同样受制于冷排尺寸和风扇数量，温度呢会更高，84.8度。而酷冷的2位选手呢，龙影2代的标准版成绩为83.1度，性能版呢则是略微领先 LCE 36 0.7度。D15G依然是全场最高，95.9度风冷的温度实在有点不好看。所以说还是建议270K Plus 和9950X 以上的 CPU 呢，你还需要进行一些 CPU 的重度使用的用户呢，尽量还是选择水冷散热。然后这 980X3D 的表现，那这颗135瓦的 CPU 的压力就要低不少了。LCE 36的温度为76.8度，420版本温度呢则是76.1度，240版本的数据趋势呢也是和前面的组别一致的78.8度。酷冷龙影2代性能版呢，则是跑出了跟 LCE 36相同的温度表现76.8度，而标准版的表现跟性能版也是很接近77.1度最后的D15G依然是全场最高不过此时温度就好看很多了，85.8度。980X3D 的功耗呢还相对较低的相比下呢对散热器要求也是低了不少我们这还是比较极限的 IPU 去烤机型，实际上游戏超级的温度只会更低，所以说大家选择 980X3D 是不需要有太多的散热器焦虑的。接下来呢，看一下噪音这方面呢，就是猫头鹰的强项了。测试的环境噪音约为35分贝。猫头鹰的 LCE 36满载时在50厘米处测得的噪音仅41分贝左右。
420版本的噪音会略高一点，为42分贝。240版本呢只有2瓦风扇，所以噪音是最安静的，仅40分贝出头。酷冷的录音2代标准版满载时约为44分贝左右，而性能版噪音就全场最高了，已经到了47分贝了。至于场上唯一的风冷 D157满载的噪音呢，则是在44分贝左右，和龙影2标准版是差不多的水平。结合噪音和性能表现来看呢，猫头鹰在静音的同时呢，还提供了不错的性能水平啊，这说实话是超出我们的预期的。另外呢，酷冷龙鹰2代性能版相比于标准版的，在温度仅有微小进步的情况下呢，其实满载噪音反而高出了整整3分贝啊，感觉其实有些得不偿失。然后来说一说安装体验啊，猫头鹰的包装内虽然给了2本说明书，中英各1本，不过对于初次上手安装的用户来说呢，还是有些不好理解啊，尤其是引导平台的偏移设计啊，那扣具上的3个口位有可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的。而且猫头鹰附带螺丝还是这个传统异能，使用是 T20的梅花螺丝。虽然说包装内是附带了一把螺丝刀，但是万一螺丝刀丢了，你这个拆装就很难办了。另外呢 ，LCE 在出厂时的风扇是没有预装在冷盘上的，需要用户自己去安装。固定风扇加固定冷盘就24颗螺丝，就很累人。而且360和420版本还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风扇的顺序，如果一不小心顺序弄错了，就得重新再来了，还是有些闹心的。其实目前基本几百块钱的水冷都已经预装好了风扇了。按理说呢，猫头鹰不至于这点安装费都要去省。那猫头鹰官方的说法是因为这个风扇的叶间隙非常小啊，他们都是要塞纸片再独立包装去运输的，用于去保护好风扇。行，就是猫头鹰太重视细节，太讲究了。所以说，猫头鹰的联名的机箱的风扇它也没有去装。再者呢，就是风扇内的这个连接线偏短，那在机箱内走线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用到延长线。除了这些以外呢，都是很正常的啊。琢磨清楚说明书的话，那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反正猫头鹰的这个产品呢，做工系列都是明话说的，就是这个价格有一些贵。不过呢，这次 LCE 水冷比我预想的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啊，特别是有一个420的版本啊。虽然说其实相比320版本的提升也就是1-2度啊，但是420水冷本身可选的就不多。那之前2099元，很多人会去选择华硕的 ProArt 420。那玩意散热真的是一般般啊，用的还是猫头鹰180块钱一个的 NF A14风扇，水泵呢也没上阿斯泰克的8代泵，官方甚至都没有去提是什么泵。哎，这样一看，猫头鹰的 LCE 是3把300块钱的 A14 X25G2 风扇，加上阿斯泰克8代 V2 泵，但也卖2006元，哎，好像还不贵啊。当然呢，猫头鹰的产品，不想买的人，他就是怕它贵啊，说你是毛税啊，猫头鹰拉完了，它只剩静音了。产品更新还特别慢，想买的人呢，只要看到这个咖啡色就想买，他不会去特别关注性能到底如何，他买的就是品味。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猫头鹰的 LCE 水冷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那想要购买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淘宝店咨询优惠价格哦。有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咨询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课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我们淘店铺传孤独数码。这是传课，我今天跟我们下见，拜拜。